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入秋后，红薯大量上市，现在的红薯软糯香甜，超好吃，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，2块钱就能买到2-3个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红薯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，加4个鸡蛋，出锅外酥里软，非常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红薯和4个鸡蛋。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用刀把红薯的2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。去皮后，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给它铺平铺均匀。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，再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。如果红薯比较多的话，鸡蛋我们就多打一些；红薯少的话，鸡蛋就少打一些。鸡蛋打好后，再把它倒入大碗中，用压泥器把红薯压成泥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用料理机给它打成红薯泥，尽量压得细腻一些，最后压成这样的红薯泥就可以。接着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，搅匀后再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，如果太干的话就再加一点清水，如果太稀的话就再加一点面粉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最后给它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点豆沙馅，因为这个豆沙馅太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清水给它稀释一下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粘稠状就可以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，像这样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非常的松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面团揉圆，把表面揉光滑，最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，尽量擀得薄一些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最后擀成这样的一个大面饼就可以了。接着在表面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整张面饼都刷上食用油。全部刷好后，再放上刚做好的豆沙馅，同样用勺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整张面饼都铺上一层豆沙馅。豆沙馅我们不需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一层就可以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取出一把刀具，在面饼的2边给它各切上几刀，我这里一共切了8刀，最后的这一份给它分得大份一些。接着我们从第一份开始给它折过来，像视频中这样2边折过来，2边对折过来，然后向左边折过去，再用另外的2边再折过来，然后再对折过去，一直这样重复操作，直到最后用大的那张面饼给它包起来。封口处这里我们用手给它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捏好后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给它稍微擀一下，
给它擀成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大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这样的一个面饼就可以。接着在表面刷上一层清水，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不仅能增香，还能补钙。继续用擀面杖给它按压一下，让芝麻粘得更加牢固。就像这样子就可以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做好后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再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30分钟，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红薯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其实呢，到这一步就已经可以吃了，但是为了吃起来更香，我们再给它烙一下，先把它取出来，另起一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面饼放入锅中，在表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先给它烙2分钟左右，把底部烙至金黄，用铲子给它翻一面，再给它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，烙至表皮金黄酥脆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因为饼是已经蒸熟的，不需要烙太久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一道可以当早餐、中餐、晚餐的红薯千层饼就制作完成了。金黄色的千层饼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，切开看一下。里面的层次分明，馅料丰富，外面经过煎制以后变得焦香酥脆，因为有着红薯独特的香味口感，再加上豆沙馅料的点缀，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恰到好处。大家在制作的时候也可以把红薯换成南瓜、紫薯等其他蔬菜，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